我是花花，我现在在湖北，今天带大家看一个大山里的神秘庄园。这里是鳄鱼边缘，湖北利川柏杨镇水井村，崇山峻岭，白崖深涧。200多年前，这里崛起了一个庞大而神秘的家族——李氏家族。家族掌控了今天利川北部、奉节、云阳南部的大片土地，一区之内无外姓田产。而到解放前这个李氏家族在这一带已经形成了集族权、军权、政权于一体的土围制，称霸一方。谁能想到，李氏的始祖并非本地人，竟是由湖南而来的逃荒者，其发家史可谓是谜团重重。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其中的李氏庄园去探寻一下，也许能揭开种种谜团。李氏庄园修建于1924年，占地1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余平方米，共有24个天井，170余间房屋。它是李氏始祖李廷龙第5代孙李亮清的旧宅。庄园的风格很特别，可以说是土洋结合。这里的土可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土里土气，而是具有土家族吊脚楼的风格。沿青石板路层层递上，这便是庄园的朝门了。朝门是翘角飞檐，气度非凡再看朝门外的住处，雕龙刻凤，历尽100年依然栩栩如生。朝门的入口呈8字形，有广纳八方来财的意思。眼前呈现的画面十分唯美，一条横贯东西的长长的西式柱廊，高大的方柱，弧形的廊檐。庄园的主体建筑共3进4厢，眼前这个便是庄园的正门了。现在李氏庄园及宗祠所在的位置原来是土家财主黄氏的老宅与祖墓所在地。清乾隆26年，湖南岳州府人李廷龙、李廷凤2兄弟，也就是李氏的始祖，逃荒到这里，饥寒交迫被好心的黄姓财主所收留，作为长工。未曾想数十年过后呢，李氏兄弟却成了这里的主人了。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让人十分好奇。穿过前厅，便是一个布置雅致的天井。现在在我右手边的呢是账房，正前方为中堂。中堂是用来接待一般的客人的。左手边的是花厅，花厅可能大家不太了解是干什么用的花厅呢，在旧式住宅中是大厅以外的客厅。我们着重来看一下账房。为什么看账房呢？因为这与李氏家族始祖发家致富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李廷龙、李廷凤兄弟被黄姓财主收留后呢，起初只是长工，因为2兄弟人聪明，又有经济头脑，还勤劳肯干，就取得了黄财主的信任。于是黄财主就让李廷龙管起了账房。要说这账房先生在古代可是很厉害的，管理着一个家族的经营钱粮、日常开支，可能比现代企业里的财务总监权力还要大。李廷龙自从做了这个账房先生以后就很快爆发，成为了川鄂边境上的巨富了。至于这个暴富过程一种是说2兄弟得了黄财主的支持，在云阳开了盐井，靠盐业发的财。另一种说法呢就比较负面，不管怎样，2兄弟打那以后就从流浪汉摇身一变，变成了大财主。更神奇的是，后来他们的大恩人黄财主的房产宅地也改姓了李。这其中的缘由是谜团重重，过了200多年，怕是谁也说不清了。账房小天井的粉壁上书一个大大的忍字，这大概是李家先祖告诫后人，当处于人生低谷时，不要气馁，要学会隐忍，终有出头之日吧。下面进入中堂看一下。中堂是中式木结构的，里面的桌椅摆设颇为讲究。案几上的中和平应该是终身平静的意思吧。上方大匾上书襄邦同寿，这是李亮清的父亲李少红当时在襄阳做官，50大寿的时候，乡里的亲戚联合赠送的大匾。过中堂便是通往后堂的天井，非常幽静雅致的中式庭院因为游客稀少，石阶和地面上长满了青苔。遥想100年前可不这样。
财主老爷和他众多的妻妾儿女，还有伺候他们的佣人，每天进进出出的，不知道得有多热闹。进入后堂中间这块呢是公共区域，左右两侧便是主人的居室了。100年前大财主的卧室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进门的这张桌子上摆放着电话机和收音机，长得很丑，但在当年可是绝对的高端新潮的奢侈品。别的不说，就说这山沟沟里吧，电话线要拉进来，那得费多大的事儿，可见这李家当年得有多豪。原先居室里的陈设据说都是非常的典雅精致的，在当时可以说都是顶级的奢华高端的。眼前这个是独立于庄园西南角的绣楼，是明朝的建筑，这是当时土家黄财主的老宅，古朴典雅，民族风格非常的浓郁。我感觉这就是个豪华版的土家吊脚楼，你们说呢？绣楼是女眷们刺绣的场所，设计很独特。上楼以后啊，房间外环绕着一圈长长的廊道。我的脑海里此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100年前，一位装扮精致、端庄秀丽的李家小姐，若有所思地斜倚在木门边，望着远处的风景，悄无声息的一声轻叹。许是绣花累了，许是午后清乏，许是要远嫁未曾谋面的郎君，心中生出无限的惆怅吧。而如今人去楼空，鼎盛了几百年的李氏家族早已土崩瓦解，所有繁华与尊荣都消失在了岁月的长河之中。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下一期的视频我会带大家走进李氏宗祠，了解李氏失色刑场定人生死，和李氏最后一任族长惨烈的下场。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和点赞哦。